新手父亲一不小心割断了亲生儿子的头颅，男人大脑瞬间空白，他根本不敢面对即将回家的妻子，只能麻木地将儿子的尸体放回婴儿车。就在他准备跳楼自尽时，妻子恰好买菜回来，径直就朝孩子走去。男人心头猛地一紧。María, ya lo vigilo yo, ¿vale? Ponte tú con la comida, ya me encargo. Solo voy a verlo en la primera que esté tanto tiempo sin él. Está bien, cariño, que me ha costado mucho dormirlo. Tú descansa y disfruta de la comida, ¿vale? Ya me encargo yo. 妻子还为丈夫的细心感到欣慰，并没有察觉到异常，甚至还夸赞了丈夫几句，接着就转头准备晚餐去了。殊不知自己的丈夫正在经历地狱般的煎熬，而这一切残酷悲剧的源头，正是因为男人执意要买的那张咖啡桌，全网都传手机电量带7必刷恐怖片。但据我观察，你会在手机电量带60刷到这部能把你的心理防线撕碎的压抑暗黑神作《咖啡桌》。友情提示：电影全程扎心后劲十足，特别是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宝子，千万别好奇。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始。男人名叫大卫，是个典型的耙耳朵，平时在家那是啥也不管，老婆玛丽说东他不敢往西，绝对的妻管严。俩人老来得子，本来是天大的喜事，可日子过得紧巴，天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家里的气氛一直僵巴巴的，这也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那天俩人逛家具城，大卫一眼就相中了一张咖啡桌，造型挺别致，玻璃桌面还有俩镀金的小人拖着，瞅着挺有档次。可玛丽当场就翻了脸，说这桌子华而不实，死贵死贵的，家里这小客厅摆上它连转身的地方都没了，坚决不让买。你猜咋的？这大卫平时蔫蔫的，这回居然较上劲了。为啥呢？因为自打结婚，家里大事小事全是妻子玛丽说的算，连儿子的名字都是玛丽起的。大卫觉得自己在这个家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张咖啡桌他就是想争口气，哪怕是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他也非要买。那导购也是个会来事儿的，一个劲儿的捧大卫，说这桌子是瑞典大师设计的，玻璃坚不可摧，就差说这玩意儿能防弹了。玛丽被气笑了，当场怼导购，你说这桌子这么好，你自己咋不买啊？说白了不还是中看不中用，纯把我俩当冤大头呗。这下给导购也整急眼了，直接反驳 Se puede romper un jarrón, se puede romper un mueble, se puede romper un matrimonio. Pero, querida mía, le doy mi palabra que este cristal es irrompible. 正吵着呢，怀里的儿子被吓得哇哇大哭，玛丽没心思再跟他俩掰扯，骂了两人一句，转身就走了。大卫瞅着玛丽的背影，咬咬牙，当场就掏钱把桌子买了，心里还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终于硬气了一回。可他哪知道，就是这张桌子彻底毁了一个家。大卫吭哧吭哧把桌子扛回了家，迫不及待地开始组装，可装到一半就傻了眼，少了一颗螺丝。这玻璃桌面根本就固定不住，晃来晃去的。大卫当时就火了，掏出手机就给导购打电话，逼着导购立马把螺丝送过来，不然就全额退款。导购没办法，只好答应马上送。玛丽回来一看这桌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指着大卫的鼻子就骂，说他审美差到姥姥家了，买这么个丑东西占地方，还乱花钱。俩人又大吵了一架，家里的矛盾直接升级。正好晚上玛丽的哥哥嫂子要来串门，玛丽就出门买菜，临走前千叮万嘱让大卫好好看着孩子，千万别出岔子。大卫拍着胸脯保证，可他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没让人放心过。玛丽刚关门，儿子就被关门声吓得大哭起来。大卫手忙脚乱地抱起孩子，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嘴里还不停念叨着自己买的咖啡桌多好多好，想让孩子也看看。可他光顾着显摆，压根忘了桌子少颗螺丝，玻璃桌面是晃悠的。就在他抱着孩子凑近桌子的瞬间，意外发生了。儿子的啼哭声戛然而止，整个屋子瞬间安静的可怕，连空气都凝固了。大卫低头一看，魂都吓飞了，儿子的头颅被玻璃割断，鲜血瞬间染红了地毯。大卫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连哭都哭不出来。他不敢相信自己一时的固执竟然亲手害死了刚出生的儿子。另一边，玛丽还在超市里跟朋友炫耀呢，说自己老来得子有多幸福，还夸大卫现在变得体贴顾家，能帮着带孩子了。他手里拎着给大卫买的红酒，心里还想着等会儿好好跟大卫缓和缓和关系，别再为了桌子的事吵架了。可他万万没想到，家里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
大卫缓过神来，第一件事就是想把现场收拾干净。他怕玛丽回来看到这一幕肯定会疯掉。他忍着钻心的疼痛，拔掉手上的玻璃碎片，鲜血顺着手指往下滴，可他一点都感觉不到疼。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玛丽打来的。大卫吓得浑身发抖，半天不敢接。犹豫了半天，大卫还是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玛丽把电话拿给好友，可大卫张了张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憋着哭腔，胡乱应付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挂了电话，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他把儿子抱到沙发上，想最后亲亲儿子，可凑近了才发现，儿子之所以哭，原来是因为尿不湿满了，沾了一屁股大便。大卫瞬间崩溃了，跪在地上，一边给儿子换尿不湿，一边嚎啕大哭。他恨自己连最基本的育儿常识都没有，要是他早点发现儿子拉了，就不会抱着他去看什么破桌子，悲剧就不会发生。这时玛丽的电话又打来了，这次是质问他为什么挂电话，语气里带着不满。大卫实在没心思跟他掰扯，直接挂了电话。可玛丽不依不饶，一遍又一遍的打，大卫只能把手机调成静音。他知道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玛丽交代，这可是他盼了好几年才怀上的孩子啊！大卫赶紧把儿子抱回婴儿床，用毯子严严实实的裹好，想掩盖儿子死亡的真相。接着他疯了似的翻找清洁剂，想把地毯上的血迹擦干净，可翻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连一瓶清洁剂都没找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平日里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玛丽打理，他连清洁剂放在哪儿都不知道，活脱脱一个甩手掌柜。情急之下，大卫只能硬着头皮去楼上找邻居借清洁剂。开门的是个小姑娘，瞅着大卫满身是血，眼睛都瞪圆了。大卫慌里慌张的撒谎，说自己在给婴儿房刷红漆，不小心蹭到身上了。小姑娘半信半疑，把清洁剂借给了他，还警告他下午之前必须还回来，不然就亲自上门找玛丽要。大卫拿着清洁剂连滚带爬的跑下楼，刚开门就碰见了送螺丝的导购。那导购还一脸热情，一个劲儿的吹嘘这张咖啡桌有多好，玻璃有多结实，还要帮大卫装上螺丝。大卫当时就火冒三丈，心里把导购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要不是这导购瞎忽悠，他也不会买这张破桌子，儿子也不会死。可这导购一直在那喋喋不休，本身大卫就烦躁，他一把推开导购，狠狠把门关上了。进屋后，大卫就开始收拾残局，把玻璃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装进垃圾袋，又用清洁剂使劲擦地毯上的血迹。可那地毯是羊毛的，血迹早就渗进去了，不管他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留下一块暗红色的印子，就像他心里的伤疤，永远都消不掉。更让他崩溃的是，他弯腰捡碎片的时候，竟然在沙发底下看到了儿子的头颅。那小小的头颅安静地躺在那里，大卫想伸手去捡，可手伸到一半，他实在下不去手，他不敢看，更不敢碰，那种恐惧和绝望把他整个人都吞噬了。就在这时，玛丽发来短信，说自己还有30分钟到家。大卫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冲进浴室，打开花洒，拼命清洗身上的血迹，想把自己的罪孽也一起洗干净。可那血迹就像刻在他身上一样，怎么洗都洗不掉。清水顺着他的身体流下来，混着血水，看着格外刺眼。他简单包扎了手上的伤口，坐在沙发上死死盯着那张咖啡桌，恨不得把它砸个稀巴烂。越想越绝望，大卫走到阳台，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真想跳下去一了百了，这样就能跟儿子道歉，也不用面对玛丽了。可就在他准备跳下去的时候，门铃响了，是玛丽回来了。那急促的门铃声就像催命符一样，一下一下敲在大卫的心上。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勇气跳下去，只能硬着头皮去开门。¿Por qué coño no me abrías? ¿Y por qué me cuelgas, tío? ¿Me quieres contestar? El niño... ¿El niño qué pasa con el niño? ¿Qué ha pasado? Estaba durmiendo el niño. ¿Y? Y por eso no te abría, porque me ha costado mucho dormirlo. Estaba llorando desde que te has ido, ha llorado mucho. Y ahora no se puede entrar a la habitación, ¿vale? Que está durmiendo profundamente. Vale. 玛丽一进门就看到了地上的玻璃碎片，瞬间就乐了，指着大卫就嘲讽。他压根没注意到地上的血迹，也没发现大卫的异常，还一个劲的吐槽大卫审美差，买了个破桌子。大卫看着玛丽开心的样子，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可玛丽一转头，还是发现了地上的血迹，问他怎么回事。大卫赶紧撒谎，说自己收拾玻璃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割破了，血蹭到了地毯上。玛丽也没多想，转身就去厨房准备晚餐，嘴里还不停念叨着晚上要好好庆祝一下，哥哥嫂子要来，正好让他们看看你买新桌子。
厨房的玛丽还在那忍不住的嘲笑大卫，听着玛丽的笑声，大卫的心里更难受了。他跟到厨房帮忙切洋葱，想用洋葱的味道掩盖自己的眼泪。玛丽笑得越开心，大卫心里就越愧疚。他多想把真相说出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怕玛丽受不了这个打击，更怕自己承担不起这个后果，只能继续用谎言掩盖真相。玛丽切完菜，解开围裙，说要去看看儿子。大卫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下意识地握紧了手里的刀，手心全是汗。眼看玛丽就要走进婴儿房，大卫赶紧冲过去拦住她，说自己好不容易才把儿子哄睡，让他别去吵醒孩子，好好准备晚餐就行。玛丽见大卫这么细心，还挺欣慰，就没再坚持，只是嘱咐他把婴儿监听器带上。大卫趁机拉住玛丽，跟他道歉，说自己不该执意买桌子，不该跟他吵架。玛丽也软了心，说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夫妻俩难得的温馨，却让大卫更加痛苦。他觉得自己就是个骗子，用谎言欺骗着最爱的人。可没过多久，玛丽就通过监听器听到了滴答声，以为是婴儿房漏水了，就要进去看看。大卫赶紧拦住他，说自己去看看就行，让他安心做饭。他冲进婴儿房一看，魂都快没了。儿子的血液已经浸透了床垫，一滴一滴的滴在地上，那滴答声就像锤子一样砸在大卫的心上。大卫赶紧用毛巾擦掉地上的血迹，跑回客厅，拿起红酒就猛灌，想用酒精麻痹自己，忘掉眼前的一切。玛丽见他心神不宁，问他怎么了，大卫只能撒谎，说监听器坏了，让他别多想。可谎言就像雪球，越滚越大，大卫知道自己迟早会露馅的。就在这时，门铃响了，玛丽的哥哥嫂子来了。嫂子一进门就敏锐地发现了沙发底下的血迹，大卫吓得满头大汗，赶紧拿出纸巾跪在地上拼命擦拭。玛丽赶紧解释说这是咖啡桌碎了，大卫不小心割破了手蹭的。哥哥在一旁打趣说血渍要用牙膏才能擦干净，还说这是犯罪纪录片里说的。这话可把大卫吓够呛，因为儿子的头颅就在沙发底下，他生怕哥哥嫂子发现，他赶紧坐到沙发上，用身体挡住沙发底下，可心里的恐惧根本藏不住，腿一直在发抖。嫂子拿出给孩子准备的礼物，是2件毛茸茸的毛衣，一个劲儿的夸赞，说想看看孩子穿上多可爱。大卫赶紧找借口说孩子刚睡，别吵醒他。玛丽没办法，只能带着哥哥嫂子去旁边的婴儿房参观。那间婴儿房是大卫亲手装修的，摆满了玩具和摆件，温馨又可爱。可现在这里再也不会有孩子的笑声了。哥哥嫂子一个劲儿地夸赞大卫细心，说他是个好爸爸。可这些话听在大卫耳朵里全是嘲讽。俩人说完就要去看看自己的侄子。这时大卫实在忍受不了了，说翻脸就翻脸，当场就把哥哥和嫂子臭骂了一顿。到了晚餐时间，大卫坐立难安，只能不停地喝酒，想让自己醉过去。可喝着喝着，大卫瞬间产生了幻觉，桌子上的食物竟然都变成了带血的内脏，吓得他手里的刀都掉在了地上。玛丽赶紧扶住他，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大卫只能强装镇定，只能说自己没事。这时哥哥突然宣布了一个喜讯，说他和嫂子也怀孕了，马上就要有个女儿了。玛丽开心地送上祝福，可大卫却面无表情，连一句祝福的话都说不出来。哥哥见状有点生气，说他是不是还在为咖啡桌的事耿耿于怀，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至于这么小心眼吧。可大卫下一句话深深刺痛了哥哥。Que haya dejado embarazada a una pobre chavala de 18 años. Me importa una mierda la misma mujer. Es otra de 2 cagadas históricas. Y lo sabes. Te vas a complicar un poquito más la asistencia y le vas a joder la vida a ella. Y sigue, tío, así por la mesita. Comprar esa mesita ha sido el mayor error que he cometido en mi vida. Ya sé que suena absurdo, pero es así. 说完，大卫再也坐不住了，起身就往厕所走。哥哥觉得不对劲，就跟了上去。结果在厕所门口，竟然听到了大卫在录遗言。Cuando oigas esto, cariño, ya estaré muerto. He matado a nuestro hijo. Ha sido un accidente estúpido, pero ha pasado. Y no puedo soportarlo. No tengo el valor para decirte a la cara esto y ver cómo lloras sin consuelo por mi culpa. No puedo ni quiero vivir este momento. Espero que me perdones. Espero que me perdonéis por hacer el resto de vuestra vida una pesadilla. Te quiero. Adiós, cariño.
y olvídame si puedes。哥哥推开门，看到大卫泪流满面，追问之下，大卫终于说出了真相。哥哥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当他跟着大卫走进婴儿房，看到那具小小的尸体时，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可就在这时，玛丽敲响了房门，说10分钟后就要给孩子喂奶了。哥哥赶紧反锁房门，和大卫商量对策，想让玛丽晚一点发现真相，减少她的痛苦。可他们想破了脑袋，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死亡就是死亡，再怎么掩盖也改变不了事实。突然，外面的门铃又响了，是楼上的小姑娘来要清洁剂。大卫早就把这事儿忘到九霄云外了。小姑娘生气地走进屋，还带了一只小狗。那小狗鼻子特别灵，顺着血迹就跑到了沙发底下，开始狂叫不止。这时大卫心脏都快跳出来了。玛丽觉得不对劲，不停地质问大卫到底在隐瞒什么。这时小狗钻进沙发底下，叼出了一个小小的东西。邻居女孩大喊一声，大卫和哥哥吓得魂飞魄散。哥哥把人头用布包着，死死抱在怀里。可小狗的嘴上全是血，玛丽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情绪瞬间失控。¿Y qué escondes ahí, Carlos? ¡Es una cabeza! ¿Una cabeza? Vete de casa, María. Cristina, coge a María y llévatela de casa, por favor. Hazme caso. Sácala de casa ya. ¿Me puedes decir qué pasa, por favor? Jesús. María, ve con Cristina a mi casa y luego hablamos. Confía en mí. Confía en mí, pero ahora sal de aquí, por favor. Enséñamelo. ¡Enséñamelo! ¡Enséñamelo! Hazme caso y vete. No es necesario que vivas esto. Vete de aquí y luego te explicaremos todo lo que ha pasado. Pero ahora vete. Vete, por favor. ¡Enséñam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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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儿子的头颅，玛丽的世界瞬间崩塌了。她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歇斯底里，因为人在极度的悲伤情况下根本都发不出声音了，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神空洞，整个人都麻木了。过了好久，她才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那哭声绝望又痛苦，听得人浑身发毛。她抱着儿子的头颅缓缓走向阳台，还不等众人反应，玛丽没有丝毫犹豫，纵身一跃跳了下去。大卫看着空荡荡的阳台，整个人都傻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的固执和懦弱，害死了儿子，逼死了妻子。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跟着玛丽也从阳台上跳了下去。一张小小的咖啡桌就这样毁掉了一个幸福的3口之家，让人唏嘘不已。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哥哥和嫂子因为受到了过度惊吓，患上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而那个小姑娘也被带去做心理辅导。这部咖啡桌没有鬼怪，没有血腥的追杀，却让人感受到了极致的压抑和绝望。其实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恐怖画面，而是人性里的懦弱和偏执。大卫为了可怜的自尊，执意买下咖啡桌，犯了错之后又因为懦弱不敢承认，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我们总觉得小错误没什么大不了，可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执念，一个不敢承认的错误，就能毁掉人的一生。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也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可千万别学大卫，别让一时的固执困住自己，别让懦弱的谎言害了自己和身边的人。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不敢承担责任。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听雨，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